萨慈悲，无论师妹所求何事，念他一片虔诚，万望让他如愿。大统领，这里可有线索？此地藏身不易，没有什么可疑的。这么一来，段同舟能沾到灯油的地方，就只有乾天院了。走。是。师傅，东海那边可有消息？师傅放心，书信已经送到。多尔方才要和师傅说什么？人到了，在丹房等候。取些好茶来。是。长孙，师傅，怎么样？有惊无险。荀飞展见过我的手印之后，当晚就去了荀白水的府邸，他肯定已经发现了其间的联系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这位手握5万禁军的大统领，绝不能置身事外。既然我们已经顺利地挑起了他们叔侄的隔阂，相信这位荀大统领必然会搅入局中。围起来！师傅，师傅，外面好多禁军，还有巡防营，咱们乾天院四面已被团团围住，所有通道全部封死，是荀大统领亲自带队。荀飞展怎么会追查到这里来的？这个时候可没时间考虑这个，先找地方避一避。荀大人，为何要盘查我神教信徒啊？惊扰上师了。荀某奉旨协同巡防营追捕逃犯段同舟，发现此人身上沾染了内廷的特制灯油，故怀疑此人近期在乾天院出入过。哦，此处与他处不同，不仅房舍林立，又有大量的使役人等，素日里信徒众多，来往繁杂。以段同舟这样的绝世高手，想要藏身隐匿于此，倒也是个好办法。朝廷重犯，看来荀大人的意思是要逐间搜查了。上师的乾天院有白神祭坛，荀某虽非信徒，但也不敢随意冒犯。多谢。但是飞展知道，单凭陛下只派我抓捕人犯的口谕，要想逐间搜查，也确实有些不妥。可是若想另行请旨，恐怕这时机……在下明白。荀大人也是公务在身，再说，想到朝廷重犯在我这乾天院中，在下心里也是惴惴不安。不过，我这乾殿后院有颇多御赐之物，还请诸位兄弟搜查时多加点小心。多谢上师，大度了。荀大人请便。搜。是。兄长不是说，送符的事与你没有干系吗？娘娘，微臣
没有直接的卷入，但此时正是圣心恼怒的时候，有些许的牵扯，也很难解释清楚。以飞展这性子，他最后会怎么办？谁能拿得准？微臣此次进宫，只是想告知娘娘心里有个数。飞展他不会把事情做绝的，微臣只是忧虑以后啊。以后什么？娘娘，难道娘娘甘心以后太子要仰赖长林王府萧平章的脸色吗？萧平章，长林世子，倒也不是轻狂莽撞之人，也未必会这样吧。关键不是眼下他们想干什么，而是将来他们想做什么。人心多变，不得不防啊。微臣还要上朝议事，先告退了。这丹炉昼夜不息，段同舟应该不敢藏在这里头吧？荀大统领，前面是在下。上师，若是荀某没有看错，此处应该有个机关吧？荀大统领好眼力，这的确是间密室，乃是在下闭关清修时所用。打开看看如何？荀大统领说我这乾天院人来人往，容易混进逃犯，所以在下尽力配合禁军搜查，并无怨言。可现在你要打开在下的密室，这意思可就不一样了。密室需要机关开启，绝非外人可以偷偷混进。若是大统领执意搜查我丹房密室，莫非是怀疑在下有意窝藏朝廷重犯？荀某想问上师一句，请问有吗？有什么？窝藏？当然没有。既然没有，打开看看又何妨？上师请。劳烦上师带路。大同府一案，田卫府审到了现在，大致案情已经清楚。宋福等涉案人员各自的罪责也算分明，虽然有一名人犯逃脱了，但眼看要到年下了，若只是因为这个便搁置拖延，反而不好。依朕的意思，就按吴爱卿离的章程先行结案，日后若捕得逃犯，再行立案处置。王兄以为如何？谨遵陛下圣意。那就这么办。遵旨。荀大统领，
还可以四处瞧瞧。得罪了。给上师添了这么多麻烦，实在抱歉。今后若有何异常，还请及时传报禁卫府。该抱歉的应该是在下，让荀大统领失望了。上师，多有打扰。进京这么久，这是头回捏把汗。荀飞展是个人物。你说荀飞展近日搜查了乾天院，什么缘故？追捕段统周。他是发现了什么踪迹呢，还是怀疑上了濮阳英？若是一点线索也没有，飞展也不会贸然登门。濮阳上师可是极受皇后娘娘宠幸之人，换做旁人，怕是不敢轻易招惹。但飞展是荀家人，反而毫无顾忌。濮阳英这个人虽说有上师尊号，但他不挂朝职，不理朝政。近来这些事，论理于他，没有丝毫瓜葛。但他若是卷进来了，倒让我想不通。想不通是为了什么？虽然大唐府沉船，匆匆解了案，但寄生宋府供词疑点颇多，关键人证段同舟在逃，其幕后主使尚未挖出，朝中上下对此讳莫如深。我怎么感觉此事尚未了结，倒像只是掀开了帷幕一角。怎么样？没错，就是东海主教。这套装盒7年前便赐给姐姐了，她身体的伤损必定不轻。但是怎么会呢？大嫂武门出身，内功心法也习资高人，身体有什么不对？难道她感觉不出来吗？我很难跟你解释清楚，但这个伤损跟她身体是否有不适之感，并没有完全的关系。你说过可以调理，对吧？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尽管使唤。如果需要找药材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都能给你采回来。我知道你会尽力，我也会尽我的全力。不过我不想蒙姐姐日后更加失望，所以在没有准备周全之前，你先不要告诉他们可以调理。好。林姑娘明天会过来一趟，再帮大嫂详细的诊断一遍。
大哥也不要太担心。宁熙说，除了那方面的伤损之外，这朱家对大嫂身体的其他方面，应该没有影响。一定替我多谢林姑娘。这方法，真是又阴狠又恶毒，可偏偏又很难去查。平静，这京城的风越来越冷了，你可有感觉？大哥，你很冷吗？冷风也罢，暴雨也好，咱们长林王府又不是没经历过风雨。平静，你随我出一趟门。大哥，你要去哪儿？天牢。大哥，宋府该招的已经全都招了，你还想知道什么呀？我想知道，他们做这样的事，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。有劳。不是说长林王府不干涉有司审讯吗？世子还是忍不住了。此案已经审结，朱笔御批，派你腰斩七世，本应连3族，陛下宽仁，许你做男丁流放发卖。怎么，这个结果你还不知道吗？我这有一份宋大人的履历。据悉，显光7年，你是英州通判，西里偷袭围城，府尹和参将都逃了。你一个文官守城，有幸得先帝亲旨嘉奖，从此仕途平顺。那个时候的宋大人，骨头里还算有些血气，心里也还是有家国子民的。只是不知道这样一份心肠，什么时候就开始变了呢？宋某效忠先帝与陛下，此心从未变节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保我陛下的朝局安稳呐。大人这话，我就有些听不懂了。你断了前线补给，几乎就是想把甘族以南拱手让给敌国。如此作为，怎样能保陛下的朝局更加安稳？此次的前线军情，正如老王爷所料，我无话可说。但是，作为领军之帅，连一个像样的缘由都没有，只凭多年领军的感觉2字，便随意向陛下索要邢台兵符调动大军。时至今日，我仍认为此乃恶例，不可放开。请问世子，我大梁为政为君，皆是有令。请问世子爷，难道日后4境的领军都可以以此效法老王爷所为吗？所以你心有不甘，便想拿前线将士和五州百姓的性命，用以警示后人吗？我没有这么想。大同府的安排的确是我下的令，
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大禹会全军南下，而且专攻甘州。我只是想延迟补给，让长林军无法主动挑起和大禹的战事而已。我没有想断送甘州啊！说句心里话，满朝文武跟我一样的人有很多，我们都想看看长林军，看你们长林军打一场败仗，挫挫你们的锐气，以此让长林王府有所节制，不那么功高盖主。我们就是想看着你们打一场败仗。打一场败仗？我大哥差点死在甘州！你们就这么恨我们长林府吗？我敬佩老王爷仁义宽厚，但是长林府权倾朝野，说一不二。长林军睥睨群雄，拥兵自重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就算你们长林王府能忠贞不渝，但在无边的权力面前，你能保证你们的子孙不会变节，不觊觎大梁的王位吗？你可知道，其实也是琅琊榜高手段同舟。知道。他做了师爷之后告诉我的。那段同舟是否是在为你效力？姬琛与段同舟联手试图抹杀仁政，那是我亲眼所见。若姬琛与你并无勾结，那他为何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做这样的事？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派人去过齐州，从来没有。说句实话，我居然真的相信你。朝中究竟还有多少人会是宋父这样的想法？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府去吧。大哥还要去哪里啊？你伤势未愈，我得陪着你啊。进宫。世子，是在向本宫问罪吗？微臣不敢。这整套装盒都是娘娘御赐的，臣既然知道了其中的不妥，自然应当先禀知娘娘。禀知？你把这些东西摆到正阳宫来，不就是想质问本宫怎么回事吗？整整7年了，本宫哪里知道怎么回事？内廷司奉旨专人大职，在以娘娘之名赐出宫去的物品，却能被人中途动了手脚，娘娘确实应该生气。可是，理当承接娘娘怒火之人，难道是微臣吗？你图样、供料、匠人，怎么打制，怎么收验，怎么保管和赐出的，臣认为确有可查之处。只不过相关人等多在内院，即使禀告陛下请旨，也没有娘娘亲自督办来的方便，故而微臣今日进宫，恳请娘娘做主。向皇上请旨，世子这句话算是威胁吗？本宫心中坦荡，自然不会怕小人污蔑。微臣并无此心。若是娘娘一定要这样想，那也无可奈何。
但是人人皆有底线。对于微臣而言，一旦伤及父王、内子，还有平京，微臣绝不会哑口隐忍。既然娘娘坚持不肯彻查，谁说本宫不查？手脚居然敢动到我正阳宫来，本宫眼里也容不下这样的傻子。我早就说不可能是皇后，否则也做的实在太傻了。与皇后有关的可能性确实很小，但总得当面把握一下。何况此事涉及内廷，又时日久远，皇后来查，肯定比我们更有办法一些。大哥的身体本来需要静养的，这样怎么撑得住啊？再说了，这件事毫无头绪，急也没用。大哥，先交给我来跟进好不好？等我有了实在的进展，再跟你商量嘛。平京，幸亏你在京城。东海和北燕的国书全都到了？是。很好，和我预计的时间差不多。师父有白神指点，自然能动烛机先。勋卿啊，微臣在。这一连2份国书所议之事，你们内阁有何看法啊？国书？啊？这东海北燕相继递来的国书，连朕手上都有劫掠，鸿胪寺没有转给内阁吗？勋卿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连这样的事情都不记得了？陛下恕罪。陛下，因宋福一案，中书令鲍缺，牵连朝臣众多，后续处置也是纷杂。老夫力不从心，不能分神兼顾，故而内阁一些例行事务皆委任于副职。微臣在过目之时，只是匆匆，有些记得不太确切，所以在陛下面前应答失仪，实乃大罪，请陛下责罚。起来吧，知道是自己的疏失就行了，说不上什么责罚。谢陛下。给他看看。陛下，东海与我大梁，乃联姻之国，遣使来京，自该立即允准才是啊。虽然此时已近年夏，诸事不便，但是根据他们的路程计算时日，使团到京时应该已经是年后了，时间刚刚好。至于北燕，陛下，北燕正在内斗，朝内
两派分立，情势尚不明朗。微臣以为，让他们明年春天再来，更妥。至于所要求的事情，陛下还是再好好的想一想。这样，你们内阁尽快拟个回复的书文，朕先看看。遵旨。玄大人，玄大人近来身体如何？看起来气色不大好。多谢老王爷关心。在下的身体还好，只是朝中出了像宋福这样的事情，作为内阁首辅，感到愧疚啊。宋福今日伏法受刑，我这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不过玄大人与他一向并无私交，倒也不是玄大人的过错。多谢老王爷的宽慰。根茎粗细、叶片的形状，还有花瓣的瓣数、颜色，你全都得一一比对清楚，不能弄错了。我明白，事关大嫂，我肯定不会出半点差错。此药喜阴背光，不易寻也不易采，你要小心啊。放心吧，我在琅琊阁上的时候啊，你是寒潭小神龙也没用，仇阴剑那个地方，攀崖飞剑，我更拿手。父王，品章，来。听说父王一早就在书房，你忙什么呢？内阁转来的劫掠文书，还有礼部年终祭典章程，都还没来得及看。这些杂物费神，一向都是孩儿处置的，您不用看。你也知道费神？大夫说了，你得好好养养。这年终了，要走动的时候多，别累着了。不瞒父王说，这个年，我正想指着休养的借口少走动一下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正在想，平津什么时候，要是能接手这些事情就好了。你指望他？不知道世子爷大驾光临，劳您久候了。失礼失礼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莫非世子爷有什么私下的话要指教？我长林府收到了贵部送来的祭典仪程，请问沈大人，你就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一应仪程，礼部皆是按照往年惯例所致，不知有何冒犯之处啊？往年皇子年幼，不遇大典。家父身为超品的亲王，列宗亲之首，培济天地，是有历代的旧例可循的。但是今年，太子已满10岁，正式册立东宫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显然所有的仪典规程皆应随之更改。可是你沈大人倒好，连位次都不修正，就直接报到我长林王府。若是家父一时不察批了下去，
这算你礼部疏失呢，还是我长林府藐视董公？世子爷切莫动气，确实是下官考虑的不周。再加上，陛下总是说太子是晚辈，当礼敬王伯。我大梁立嫡为先，历代多的是超品的王伯，该怎么礼敬？沈大人身为礼部尚书，想必比我更清楚吧？啊，是，礼部自然应当立即修正。等一切安排妥当，下官等亲自登门赔罪。我今日前来，并不是想要谁赔罪的，我是希望沈大人日后安守本职，别想得太多了。恭送世子。勋章，来。勋章，你伤在胸肺，不宜动气，否则旧伤反复，世子妃会担心的。妃朕，你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年中安防，禁军有很多事情跟礼部对接。我刚来的时候，听到了一些。这个礼部尚书，为人一向圆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一定不是故意给长林府设套，说他讨好反倒有可能。这些年，很多人都习惯了，陛下之后就是老王爷，所以一时难改，你别牵挂。妃朕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这样的习惯有多可怕，你只要想想就知道了。人心总是难测，我观他人，他人观我，两皆如是。至于本性如何，恐非言辞可以去泄。人心虽然难测，日久亦可见。很多人只是一时想错了，他们会想明白的。妃朕，你的事情也多，就不要管我了。跟我的人就在外面，我没事的。啊，没事，我送你。请。大哥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等我？去吧。大哥，我有件事求你。你没有惹祸吧？哪能呢？我就是想明天出城去一个地方，但有点远，没办法当天往返。可父王下了死令，说过年期间不让我乱跑。你帮我挡挡。这个时候，你要出城？去哪儿？去做什么？也没要做什么，就是这2天在家待着太无聊了，想去愁云涧玩一趟。愁云涧？是有关你大嫂的事儿吧？我就说什么事儿都瞒不住大哥，你能不能别猜这么准啊？平日里看你飞扬跳脱了些，但这关键时候还是挺有分寸的。你去做什么？林七说有一味给大嫂调理的药材要去那儿找，但我速度再快也要外宿1夜。这期间父王和大嫂要是问起来了，你可要帮我挡住，千万别说漏嘴了。怎么了？这件事情让你跟林姑娘费心了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？我最多外宿1夜或者2夜就回来了。咱们2个分工不同，你伤势尚未痊愈，自然坐镇府内，这种跑腿的事全都交给我做。
等什么时候你伤好了，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你的，我就天天在家，让大嫂做好吃的给我。你要是一直把难题当作游戏，这种心绪倒不失为一种境界。去吧，家里交给我了，注意安全。谢大哥。长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望。人间多棒，月竹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远是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，烈酒当饮。